各国都会对无人装备在巷战中的使用啊，会多动更多的脑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俄乌冲突啊，现在呢，俄罗斯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对城市作战呢，好像进展不是很顺利。因为这样的城市作战呢，和过去2战那个年代呢，无差别轰炸那个模式呢，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俄罗斯有一个难题，即使在顿巴斯地区有50%以上的是俄罗斯居民，你不能无差别轰炸，把自己人给炸掉了，这不行。那么他遇到这个问题，究竟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对未来城市作战有哪些启发呢？今天呢，我们请王一田先生对俄罗斯面临的城市作战的困难及未来城市作战需要解决的问题呢，做一个分析和研判。其实俄罗斯啊打巷战并不是没有经验，那从在车臣、叙利亚，其实都是有赢的经验，也有输的经验，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了。但是呢，他们在乌克兰依然是遇到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先看一看，首先俄罗斯在以前是怎么打的，那现在是怎么打的，然后我们才可以推出未来可能还有哪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在车臣的时候，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时候，俄罗斯那个输得很惨嘛，那个坦克进去了之后，然后是被那个各种的火力，然后就围射或者在楼上往下打，你坦克根本炮塔的那个仰角不够嘛，打不上去。后来呢，俄罗斯呢就是在第2次车臣战争中用什么办法呢？他们就步炮协同，就不是光让坦克去冲了，就是坦克还有那个步兵，还有包括装甲车，甚至还有一些那个他们的高射炮，就是协同作战。高射炮可以打楼嘛，这个楼很高，高射炮那个仰角可以够得着。对。坦克呢，利用它的那个装甲，还有利用它的重火力，可以对一些坚固目标，就像街垒或者是一些低层建筑。然后步兵呢是可以清扫一些那个角落里面的一些死角。这样的话呢，总结了经验之后，在第2次车臣战争中，那俄罗斯呢就用这种方法把那个车臣的那个军队，从城市里赶到了野地里，然后赶到野地里就好办了，轰炸机啊，什么炮火啊，一顿覆盖，然后赢了。然后从这个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说，首先俄罗斯那个巷战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步坦协同，也就是说不留死角。而且我们发现呢，历代的巷战，不论是不是俄罗斯打的，这个巷战遇到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死角的问题，就是它有观察死角，有火力死角。这个问题呢，同样是在叙利亚也遇到了。在叙利亚呢，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战例。那就是那个他们有一个那个装甲车，就是步兵战车，然后在开到一个楼下的时候，对方的士兵从正面如果打这个装甲车的话，很容易被装甲车的那个机关炮给扫死。但是呢，他们是通过建筑物内部的移动到装甲车的后部或者是侧方，然后用火箭筒攻击，那这样就很容易赢。然后呢，在叙利亚政府军后来是想了一个什么招呢？他们是在那个俄罗斯那个步兵战车后面开了一个洞，然后上面装了第2个炮塔。就装了第2门高射炮，相当于2个炮塔。这2个炮塔呢，就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一，观察没有死角。我车开在这个路上之后，无论你绕到哪儿，我这个那个都有至少有2双眼睛在看，就是我有尾炮了，从后面来我也可以能看见。对，然后就是说极大的弥补了它的火力死角和它的观察死角。然后这样的步兵战车然后在叙利亚就打得相当的顺风顺水。但为什么现在俄罗斯在马里乌波尔又遇到问题了呢？那就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马里乌波尔的建筑非常难拆，因为当年苏联修乌克兰的这些城市的时候，尤其是像一些重点城市，甚至是这重点城市里面的这个公共建筑，比如说钢铁厂或者是那个政府大楼，他们都是按第3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来修的，尤其是这些公共建筑，那都是可以防核爆炸的。另外呢，俄罗斯还把他们的152自行榴弹炮也调上去了，用榴弹炮平射的方式来拆楼。我这2天刚看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车臣的士兵他们那个用那个无人机在那个城市里面进行那个游荡，然后侦查，他们发现了一个狙击手在一个房顶上，然后那个就全程直播，看到狙击手是在哪儿，然后这边呢就用引导火力去把这狙击手给打掉了。这说明这个俄罗斯呢也意识到了这个无人装备在巷战中的这个威力。但是呢，现在俄罗斯这方面的发展呢，虽然也不能说俄罗斯没发展，但是好像比中国这边还是差了很多，尤其是各种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方面，俄罗斯差的确实很远。这一点呢，我相信可能未来各国都会对无人装备在巷战中的使用会
动更多的脑筋。我们未来的对手啊，有一个战术技术，就是他们要藏兵于民，藏装备于民。一旦发生城市作战，他们可能会把坦克、装甲车啊开到某一个楼宇里面去，开到某一个仓库里面去，把他的这些兵呢也分别躲藏在各种公共建筑，甚至是居民的那些地方。如果对这些兵力进行打击的话呢，现在这种模式，即使你有更多的火炮、坦克、装甲车，你可能很难把他们呢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而如果能发展有大量的无人装备，这个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今天这个有趣的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呢，防务面对面，下一期我们接着聊。